我想直接跟正在为戒烟、戒酒或者戒掉任何一个你明知道不好却始终戒不掉的坏习惯而感到痛苦、挣扎，甚至自我厌恶的你说几句话。我曾经跟你们一模一样，挣扎了很多年。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我可以非常笃定地告诉你一件事：我非常的庆幸自己曾经那么痛苦地挣扎过。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痛苦有什么好庆幸的？但请你给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会让你明白，那份你现在恨之入骨的挣扎，恰恰是你这辈子能获得的最大价值所在。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我叫志明，是一名设计师。在拿起画笔之前，我拿起香烟的时间整整15年。那些你正在经历的辗转侧返、自我怀疑、半夜惊醒时那种深入骨髓的空虚和渴望，我都经历过，甚至比你更糟。我试过几十种方法，失败了几百次，每一次失败都像是在自己脸上多扇了一巴掌。所以，请相信我。今天我不是来给你上课，不是来推销什么神奇药丸，我只是想以一个朋友、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你分享一个可能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的秘密。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在你痛苦地计算着自己戒烟第几天的时候，他轻描淡点地说：“哦，抽烟啊，我以前也抽啊，后来有一天觉得没意思，就不抽了，很简单啊。”当你听到这话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又羡慕又嫉妒，觉得老天真不公平？但你试着去追问他一个问题，你问他，那戒烟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改变吗？我敢打赌，他会一脸茫然地看着你，想了半天，然后说：“改变没有啊，就只是不抽烟了而已，省了点钱吧。”看到问题的关键了吗？他错过了所有最宝贵的东西。因为真正的蜕变从来不是发生在戒掉的那一瞬间，而是发生在挣扎的整个过程里。那个轻松戒掉的人，他只是关掉了一个坏习惯的开关，而你那个在痛苦中苦苦挣扎的你正在做的是在一砖一瓦的重建你整个人生的地基。所以，那痛苦的挣扎究竟在教会我们什么？它不是在惩罚你，它是在强迫你去学会4项你在任何学校、任何书本上都学不到的千金难买的人生核心技能。第一项叫做恒毅力 ，Great。什么是恒毅力？不是那种打了鸡血的盲目冲锋，也不是廉价的励志口号。真正的恒毅力是在你第1000次被自己打倒在地，脸上全是泥，全世界都觉得你完蛋了，连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你还能从牙缝里挤出最后一丝力气，对自己说：“不，还没完，我还能再站起来一次。”我永远记得我戒烟的第3个礼拜，那段时间我刚好接到一个压力巨大的设计案，连续熬了2个通宵。你知道的，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烟和咖啡因曾经就像是左右手。到了第3天凌晨3点，我站在空无一人的阳台，想透透气。晚风一吹，手不自觉地插进口袋，然后我摸到了一个坚硬的、熟悉的轮廓，是半包被我遗忘的香烟。就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在疯狂地嘶吼：就一根，真的，就抽1根就好。你太累了，你需要它。我们明天再重新开始，没人会知道的。那个声音是如此的诱人，如此的体贴，它几乎就要说服我了。我甚至能感觉到打火机在指尖的冰冷触感，能预见到第1口烟吸进肺里时那种久违的罪恶的满足感。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我想起了我第1天戒烟时对自己说的话，想起了我早上醒来时喉咙不再疼痛的感觉，想起了我女儿说：“爸爸身上香香的。”我深吸了一口凌晨冰冷的空气，那股凉意比任何尼古丁都更能让我清醒。我转身走回房间，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水，一口气灌了下去。那天晚上我没有再碰那包烟。第2天早上，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虽然极度疲惫，但眼神却异常清澈的自己，我突然笑了。那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由而生的骄傲和掌控感，我知道那就是恒毅力。第1次真真切切的在我的生命里扎下了根。这种力量一旦你拥有，它就不会只停留在戒烟这件事上，
当你创业失败，所有人都劝你放弃时，是他让你坚持下去；当你遭遇人生的重创，觉得天都塌下来时，是他让你抹干眼泪，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挣扎给你的第一份厚礼。第二项技能叫做承诺 （commitment）。我们生活在一个承诺极度廉价的时代，不是吗？人们轻易地说我爱你，也轻易地转身离开。人们在年初信誓旦旦地办了健身卡，但2月就再也没去过。我们太习惯于浅尝辄止，太精通于寻找借口。如何学会真正的承诺？不是靠发誓，不是靠写在纸上，而是当你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在往后无数个充满诱惑、压力和脆弱的时刻，你都用行动去捍卫那个决定。戒烟就是人生中最好的承诺训练营。我还记得我戒烟大概2个月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好哥们的婚礼，那种场合你懂的，气氛一热，酒过3巡，桌上开始弥漫起高级雪茄和香烟混合的味道。一位很久不见的老友笑嘻嘻地递了一根烟给我，说：“志明，来一根啊，今天大喜的日子，不碍事。”在那一刻，时间仿佛变慢了。我能闻到那熟悉的烟草，能看到朋友们期待的眼神，我甚至能感觉到我大脑深处那个沉睡已久的恶魔正在慢慢睁开眼睛。我内心有2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就一根，给个面子嘛，不然多扫兴。”另一个声音在问：“你忘了你为什么开始的吗？你忘了那些咳嗽的夜晚和早晨的誓言了吗？”我的手甚至微微抬了一下，但我最终还是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清晰而坚定地说：“不了，兄弟，谢谢，我戒了。”他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把烟收了回去。那一刻，没有人觉得尴尬，反而是一种默契的尊重。我独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那杯酒从来没有那么好喝过。因为我不是在拒绝一根烟，我是在捍卫我对自己的承诺。我用行动告诉我自己，我的话是算数的。当你在第一次无烟的家庭聚会、第一次无烟的 KTV 局、第一次和客户谈判压力爆棚的时刻，你都守住了，你就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承诺。你不再是一个被欲望和环境轻易摆布的人，你成了一个可以被自己信赖的人。这种信赖是自信的真正来源。第3项叫做纪律 （discipline）。很多人把纪律想成是一种束缚，一种痛苦的自我折磨，但这完全错了。纪律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做你说过你会做的事。它和承诺是一体两面。承诺是那个决定，纪律就是贯彻到底的执行力。如何学会纪律？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一件你极度不想做，但又知道必须做的事情开始。戒烟完美符合这个条件。你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摸烟盒，而是去喝一杯水，这就是纪律。你吃完饭后，那股熟悉的瘾头涌上来，你选择的不是点烟，而是去散步或嚼口香糖，这就是纪律。你和朋友打完球，大汗淋漓，所有人都点起烟放送的时候，你默默地拧开一瓶矿泉水，这也是纪律。这些行为单独看微不足道，但当你日复一日的重复，你就不是在戒烟，你是在进行一场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格式化。你在你的大脑里亲手安装了一套叫做自律的操作系统。一开始，这个系统运行起来可能很卡，会有很多 bug， 需要你不断的去手动修正。但只要你坚持下去，它会变得越来越流畅，最终成为你身体的本能。当你拥有了这套系统，你会发现你可以把它应用到任何地方。你想学一门新语言，你就能真的每天坚持背单词；你想拥有好身材，你就能真的每周去3次健身房；你想完成一个重要的工作项目，你就能真的关掉手机，专注地投入进去。纪律不是让你失去自由，恰恰相反，纪律是通往更高层次自由的唯一路径。因为它让你摆脱了被低级欲望和即时情绪控制的枷锁，让你成为了自己时间和精力的真正主人。第4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叫做延迟满足 （delayed gratification）。这是现代社会最反人性，也因此最宝贵的一种能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即时满足、唾手可得的世界。想看剧，打开手机就有；想吃东西，外卖半小时就到；想获得快感，短视频可以让你一刷就是几小时。而抽烟是即时满足的终极体现。压力大，来一根；无聊，来一根；高兴，更要来一根。它在3秒钟内就能给你一个化学性的奖励，让你暂时忘掉一切。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第2天早晨昏沉的头脑，是长期受损的健康，是永远被尼古丁牵着鼻子走的无力感。戒烟的过程就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延时满足训练。在某个重要的晚宴上，你忍住了点燃香烟、融入那个吞云吐雾的圈子的冲动，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第2天早晨，当别人都还在宿醉和咳嗽中挣扎时，你已经头脑清醒地坐在办公桌前，完成了整个季度最重要的那份企划案。你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克制，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可以在周末陪孩子踢一整场球，而不是气喘吁吁地坐在场边。换来的是每年省下的几万块烟钱，可以带着家人去一趟梦寐以求的旅行。换来的是事业上的突破，因为你把过去那些在烟雾中虚度的时间都投资在了自己身上。这就是延迟满足的魔力。你放弃了眼前的廉价的短暂的快感，去交换一个长期的丰厚的能真正改变你生命的奖赏。一旦你头破戒烟，亲身体验过这种交换的巨大威力，你的价值观会被彻底重塑。你将不再是那个只能看到眼前3寸利益的短视者，你会成为一个懂得用时间作为杠杆去撬动更大利益的长期主义者。而这种思维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同特质。在你戒烟的路上，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学会了自律，还是看清了某些人际关系，或是在某个瞬间，你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更强大了？我非常好奇，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看见挣扎的力量。所以，恒毅力、承诺、纪律、延时满足，这些听起来很棒，但跟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你环顾一下我们周遭的世界，人们在感情中一遇到争吵就想着分手，而不是解决问题；在工作上，一个项目遇到困难就想着跳槽，而不是攻克难关。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就是承诺。人们害怕被绑定，害怕付出，害怕承担责任。而戒烟这件事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在这样一个轻浮的时代，你做出了一个无比沉重的决定，并且选择用自己的每一天去守护这个承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对自己信守承诺，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你超越90%的人。你正在锻炼的不是什么戒烟技巧，而是一种在当代社会近乎灭绝的极度宝贵的品格力量。这份力量会让你在未来的任何合作、任何关系中，都成为那个最值得信赖、最能扛事的核心人物。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太玄了，那好，我就给你一个活生生的、最直接的证明，那就是我自己。你可以去我的频道翻翻我最早期的那些影片，再看看现在的这一支。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我发布了将近2000部影片。2000部，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时光倒流，回到那个我还在抽烟的年代，一个周日的早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宿醉后的头痛，意味着被尼古丁的渴求叫醒，然后走到阳台，点燃一根烟，看着手机，在烟雾缭绕中让时间1分1秒地烧成灰烬。一个上午过去，留下的只有一地烟蒂和更加空虚的内心。而现在呢？同样是这个周日早晨，我坐在这里，面对镜头，把我从那些灰烬中提炼出的思考，用清晰的逻辑和真诚的语言，组织成一支影片，分享给可能正需要它的你。过去的几年，我用这些本该被浪费掉的、被尼古丁偷走的时间，累积了将近2000支影片。我不是在炫耀这个数字，我是在给你展示一个被承诺和纪律重新定义的生命，到底能爆发出多么惊人的能量。过去的时间，在我的身体和银行账户里留下的只有一屁股债务和一身病痛，而现在的时间，在我的人生中留下的是一个不断增值的个人品牌，一个全新的事业和一个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由的自己。
所以我从来不后悔我过去那段成瘾的岁月，我甚至感谢它，因为正是那段暗无天日的经历，那上千次失败的挣扎，那种把自己逼到绝境的痛苦，赋予了我一种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可能一生都无法拥有的决心、毅力和韧性。很多人以为他们在成瘾中错过的是时间、是金钱、是健康，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他们战胜了这一切，他们真正得到的是一种无价的力量，一种能将任何逆境都转化为自身独特优势的强大的炼金术。说到这里，总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志明，你真的不后悔吗？如果你从来没抽过烟，没浪费那些时间，你现在会不会更成功，成就更大？我的答案永远是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这不是什么客套话，因为人生从来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也许在某个我因为沉溺于烟瘾而待在家里的夜晚，如果我没待在家，反而选择了出门，可能就会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死在街头。谁知道呢？我们永远无法断定另一条没走的路，风景就一定会更好。很多人喜欢用"如果当初就好了"来折磨自己，用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想象中的错过的机会来定义自己的失败。但机会从来不等于成功。我选择不再去玩这种自寻烦恼的游戏，我选择全然地接纳我的全部过去，包括那个曾经懦弱、放纵、不堪的自己。因为我知道，正是那段在泥泞中爬行的经历，才让我的双脚拥有了今天踏在坚实土地上的力量。正是那片黑暗，才让我对今天生活中的每一缕阳光都充满了感恩。是它把我打碎，然后又让我亲手把自己重塑成一个更强大、更完整的样子。所以，如果你正在挣扎，如果你觉得痛苦，如果你在某个深夜因为又一次的失败而痛恨自己，请你记住，这份痛苦不是你的阻碍，它恰恰是你的燃料。这场挣扎不是你的咒诅，它正是你蜕变的唯一路径。你从中获得的恒毅力、承诺、纪律和延时满足的力量，将会彻底的、永久的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听懂了今天我说的，准备好去抓住这个一生难得的、能让你脱胎换骨的机会。我的频道里有大量的免费资源，也提供1对1的指导和系统性的课程，来帮助你走好这段你人生中最有价值的路。所有的相关资讯，你都可以在下方的说明栏和置顶留言里找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想继续看到我分享这些真正有深度、敢说真话的内容，请你务必现在就点个关注，并且给这支影片一个大大的赞。因为你也知道，在这个演算法主宰的时代，像这样不追热点、只谈真诚思考的内容，随时都可能从你的推荐页面上消失。你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对抗演算法、坚持创作下去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支影片见。